好，现在呢来到了海盗船 Corsair 的展台，而这次 Corsair 的展台呢非常的特别，它并不是在 Computex 的会馆，而是自己包下了一个酒店，让我们来体验他们家的新品，一起来看一看吧。好，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这一个 Corsair 里面的这个 Elgato 的展台。那在 Elgato 展台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客制化的东西，包括这个 Steam Deck， 还有它的这个麦克风支架以及麦克风等等，都是很多满满客制化的产品。好，那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全白色的这个自媒体展台。那我们也看到的，除了鼠标、键盘，包括麦克风、Steam Deck， 还有它的这个灯光、Webcam 这些等等，全部都是白色的啊，非常的年轻化，也非常的 lifestyle。那所以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依据这个 Steam Deck 来控制我们的这个灯光。那我就不需要一直用手去调整灯光的这个带亮度，包括我们要亮暗、关、加等等等等。所以来说，这一个是面向一个比较方便也想要比较简单使用的一个平台。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东西。好，现在来到的是个稍微比较专业的这一个直播台，当然啦，标准的麦克风还有这些键盘这些都是有，而且是面向黑色的。有两样东西我觉得是可以重点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就是这个专业级别的这个 Steam Deck， 它比较特色的地方，除了有多了4个旋钮，还有一排 LCD 的一个触控以外，在这个 Steam Deck 专业版 Steam Deck 的后面呢，它有给了很多的这个 USB 的接口，可以进行拓展。除此之外呢，在这里也有采集卡的接口，当然并不是只有 USB 拓展接口那么简单，你也可以进行替换跟换成专业的那一种麦克风的 XLR 接口。首先，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蛮有兴趣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提词器。作为一个自媒体，提词器来说是非常很重要的。当然，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说当我已经写好我的文案过后，我只要对着念，我只要这样子看着念，那它的文案就会自动的翻转去下一面，或者是说下一行，让我能够继续页，我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工具或者是一个按键去转页它的这一个文案的这个页面。当然目前来说，我尝试了一下，在中文这一边的执行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但在英文的部分，现场的演示人员跟我演示了过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它的功能实现呢是依赖现在大家已经在浪尖风口的就是 AI 来进行实现的这个功能，所以英文的识别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非常的准确，但中文的部分可能需要等待它之后的版本更新才会有更好的优化。目前来说，这个版本还是处于在一个 beta 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在英文的识别上会比较好，但中文的部分来说的话，会比较弱一点点。那就希望它以后可以在对于中文的部分可以有更好的识别。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就是 Corsair One 这个一体小主机目前呢是进行了这一个 i500 的这个改款。那它这边可以看得到，在体积上面做了一个比较相的优化，做的稍微的大一点点，所以内部的空间呢也有更好的扩展性。除了能够使用 MATS 主板以外呢，那它也能够兼容240的水冷。但是它有一些小功能，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比方说，在背后的 I/O 这一边，我只需要点一下，它就能够点亮。那我在进行后面的 I/O 插拔的时候呢，体验也会比较好一点点。而且前面的面板，你可以根据这个 Origin Edition 的这一个网站去选择你喜欢的这个面板。只不过现在很遗憾的东西是，这一套 i500 的 PC 呢，只是在北美销售，暂时还没有在亚洲销售。我问了一下，具体什么时候会销售呢？他们还给不出答案，还是要看一下市场的反馈，才能够决定是否会是在亚洲销售。当然，作为一个亚洲的媒体呢，我当然希望它能够亚洲上市，也能够在亚洲正式售卖。好，终于来到我比较擅长的领域了，也就是一体式水冷在这里呢，其实海盗船 Corsair 呢也已经推出过了这个 iQ Link RGB 以及 iQ Link LCD 的这个水冷，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还推出了一个进阶版，也就是 iQ Link Titan RS RGB， 也就是这一个型号。但这一些水冷之间，它其实它们的冷头都是能够互换的。所以你其实也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这个冷头你不是很好看，你想要 LCD 的版本，那我们只需要拆下来再换上去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当然了，这一些冷头造型呢是需要额外购买的，并不是水冷就把所有的冷头都附带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添加你自己喜欢的冷头。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不错的。好，来到了机箱的部分，在我面前的就是最新推出的海盗船3500S 的这一个机箱。
虽然它作为一个海景房，就是会有前面和旁边的这个玻璃侧透，大家也可以看到里面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它也支持最新的背插主板。但是呢，它和现有目前在市场上的海景房机箱有所不同的之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双舱的机箱，它是一个主流的这一个中塔的机箱，也就是下置电源的形式。那下置电源的部分，大家就会比较担心了，就是它的后置的理线空间会不会不够理想？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看它一下。所以现在呢，就是在3500S 机箱的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有卡扣设计。一拆出来可以看得到，由于它用的是一个背插的主板，所以其实理线的难度还是比正常的主板来的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即使加上了 IQ Link 也好，什么的有东西都好，但是它的理线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不用太担心它的理线有多大的难度。只是呢，很遗憾的是，在我询问了海盗船的工作人员，他们目前还没有确定这一款机箱的上市价格会是在多少。只能够说他们会是在接下来的8月或9月的时候会上市。具体的上市价格呢，可能要等到时候才会知道了。那现在呢，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第二款在这一次 Computex 上市的这一款机箱，也就是9000D。其实它是算是之前1000D 的这一个替代版本，也就是所谓的超级塔机箱。然后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演示呢，是采用了一个双系统的一个标准，也就是一个正面一个 ATM 和下面的一个 ITS 的主板。当然，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它其实也是支持背插主板的，而且用的就是其实是的一个侧门的开关。目前呢，里头呢就用了一个双系统的这一个分体水冷，然后有移速的风扇。当然也是一样可以使用非常多的 IQ Link 来进行一个连接。那9000D 呢和之前上一版的1000D 呢有2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差异。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风扇以及水冷支架。之前的1000D 呢是固定的风扇尺寸，你不能够更换其他尺寸的风扇以及冷排。但是呢，在9000D 这个机箱里面呢，它不论是12厘米、14厘米，甚至是20厘米当然不论是正面还是上方都是能够支援的，而且在前方的部分呢，原本1000D 是玻璃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板，但是在这边呢是变成了一个通风的一个网孔，所以在散热性能上面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下背部的情况。那当然，现在就是在这个9000D 机箱的背部，我们打开来看看，一样也是用10C 的这个开门的方式，而且可以看得到，在每一边它会根据不一样的空间进行了这一个舱门的这个整理。所以看得到的是，我们打开了过后，里面还是整整齐齐的摆放着，空间也非常的大。废话吗？这个因为是超级打机箱嘛，所以呢有很多的更好玩的空间。对于一些有改装的欲望，或者是说想要玩一些更加特别的东西来说的话，9000D 的可玩性会非常的高，我应该就不会想要动它了啦，因为它真的太大了。至于上市的时间一样，它和3500S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上市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它的价格，期待它正式上市后的这一个价格是否值得购买吧。好，然后呢就来到电源的领域，电源领域这边呢已经有现有已经在售的电源当然包括这一个侧插接口的这个电源。不过我个人觉得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 SF 系列毕竟之前的 SF750 算是一个非常热卖的款，但是因为瓦数并不能够适用现在的这个显卡以及 CPU 的组合，所以现在呢，海盗船中已经推出了 SF850 的这个 SFS 版本的这个电源，甚至来到了 SF1000 的1000瓦电源，没错，就是1000瓦的 SFS 电源，所以在带动呢，焦490可以加上4090已经不成问题了。好，做完海盗船 Quotient 呢，风扇产品自然也少不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之前呢，海盗船已经打通了他们的 IQ Link 一体化的这个系列的产品，这边就有包括 RS、RGB、RS Max RGB 以及 RS 的这些版本。当然，除了这个系列以外，其实现在也是推出了普通的这个 PWM RGB 的版本，是直接绕开 IQ Link 的这一个系统。而且，如果是你自动效能，然后你也不需要灯光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一个 RS 系列，算是它是一个已经加厚风扇的这个款式。所以在性能上面，特别是吹冷排的话，它的性能会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来到了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海盗船在前阵子呢，已经达成了买下了这个 Drop 的这一个键盘顶盖的这个品牌，所以呢，现在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键盘顶盖的客制化选项可以提供选择，当然有像这样的以及这样子的规格。
也就是说，海盗船呢其实有进一步的让你的客制化的体验变得更加好。从你的 Steam Deck 以外，还有就是包括了一些直播的产品，以及像这一些的外设，所有的外设的产品的客制化的空间都非常的多。当然不只限于这一个键盘的产品，还有另外一个。当然除了 Drop 的那一个键盘产品以外，当然还有这个 Sculpt 的这个手柄系列，一样的还是有很多客制化的选项，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当然我也不班门弄斧了，毕竟我也不是专门研究外设的东西。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这个 Sculpt 的这个产品，应该会有适合你的款式。那么以上就是 Corsair 海盗船的这一些新品的分享，简单分享吧，应该这么说。其实在会场还有很多 Corsair 的产品，但是我并不能够一一跟大家好好的分享。那希望这些新品在上市了之后呢，我也有机会亲自体验并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